2022年卡塔爾盧塞爾球场，最後一個點球罰進的那一下，整座球場炸了。梅西張開雙臂，衝着看台嘶吼。幾秒鐘以後，他雙手高高舉起了那座金光閃閃的大力神杯——世界杯冠軍。那一夜，整個阿根廷湧上街頭，哭着喊他的名字。這個人啊，把足球能拿的榮譽差不多拿了個遍，8個金球獎，也就是8次當選全世界最佳，史上沒人比他多。世界杯進球歷史第一，俱樂部的冠軍一羅一羅，他叫萊昂內爾·梅西，很多人管他叫這個時代的球王。可你敢信嗎？就這麼一個人，小時候連給自己買藥的錢都沒有，而現在39歲的他，這禮拜還要帶着阿根廷去踢淘汰賽。一個啥都不缺的人，圖啥還在场上玩命跑？要弄明白這個，咱得把時間倒回30多年前，回到那個又瘦又小、连个儿都長不高的孩子身上。1987年，梅西生在阿根廷的羅薩里奧，一個普通工人家庭，打小就一樣東西最上心球。4歲跟着當教練的爸爸踢，7歲進了當地的少年隊。紐維爾老男孩那會兒隊裡管他們這幫孩子叫871代的機器。據說光他一個人6年踢進了小500個球，聽着像天才劇本是吧？可老天爺在這小孩身上啊留了個扣，大概10歲上查出來病了，叫生長激素缺乏症。說人話就是身體不分泌那種讓你長個兒的激素。同齡人蹭蹭蹿高，他不長，瘦瘦小小一個，站在隊裡矮人一頭。這病不是治不好，可治法磨人。每天晚上得自己往腿上扎一針，扎完接着睡，接着做他那個球星夢，就這麼天天扎。1個月的藥錢，搁當時阿根廷那經濟條件，普通人家真扛不住。那誰來出這筆錢呢？紐維爾先答應幫着掏，掏着掏着反悔了。另一家阿根廷豪門河床也看上他了，願意把这要錢包下來，可紐維爾死活不肯放人，這事兒又黃了。本土這兩邊到頭來都沒接住這小孩，真正接住他的是6000多公里外西班牙的巴塞羅那。2000年13歲的梅西飛過去試訓，巴薩的體育總監一個叫雷克薩奇的人看完球直接拍板，這孩子必須簽下來。怎麼簽的呢？這就是足球史上那張有名的餐巾紙合同。當時巴薩內部還吵着呢，簽一個又矮又小還帶着病的外國孩子，值當嗎？雷克薩奇怕夜長夢多，午飯桌上抄起一張餐巾紙，當場寫下承諾，不管誰反對，這孩子我簽定了。你猜怎麼着？這張餐巾紙20多年後真拿去拍賣了，70多萬英鎊，頂一套房。巴薩開的條件實打實，要錢我們出，給你爸在巴塞羅那安排份工作，你們一家搬過來。就這麼着，一個在阿根廷買不起藥的小孩，帶着全家遠渡重洋，在異國他鄉一針一針把自己扎大了。等病徹底治利索，他14歲，身高也追上了正常人。你說一個球王的起點能有多難？是一家人賭上了一切。再往後的故事你大概都聽過了。這小孩長成了地球上最會踢球的那個人，在巴薩他幾乎把能拿的全拿了。金球獎就是每年評全世界踢得最好的那一個，他拿了8個，史上沒人比他多。巴薩隊史進球最多的是他600多個，一個人在一家俱樂部進這麼多也是世界紀錄。歐洲冠軍杯、西班牙聯賽冠軍，一輪一輪的往家搬。在巴塞羅那他就是神。可你發現沒，老馬剛說的這一串全是俱樂部的榮譽，有一個地方這位神怎麼都贏不了，就是他換上阿根廷國家隊那件藍白間條衫的時候。而在他的祖國阿根廷，球王這2個字是有主的，那是另一個人的名字。這一段咱得好好講講，因為這是梅西這一輩子最疼也最動人的。在阿根廷，球王是馬拉多納。1986年世界杯，馬拉多納幾乎憑一己之力把阿根廷扛上了世界之巔。從那以後，這個國家看誰踢球都拿他當尺子。所以梅西再能踢，巴薩拿再多冠軍，阿根廷人總有一句話堵在那兒：你不是馬拉多納，你啊當不了球王。更要命的是，梅西給國家隊踢球，早些年好像中了邪，一次次把球隊帶到決賽，然後就在最後那一步摔下來。頭一回2007年美洲杯決賽，他才20歲，0-3輸給巴西。最揪心的是2014年世界杯決賽，阿根廷對德國90分鐘沒踢出球，拖進加時。加時賽打到第113分鐘，德國一個叫格策的前鋒一腳凌空抽射，球進了，0-1。那座大力神杯就擺在場邊的台子上，
梅西低着頭走過他身邊，看了一眼，沒能伸手。那張他走過獎杯的照片，後來傳遍了全世界。可就是那一屆，他拿了世界杯的最佳球員，一個輸了決賽的人，全场最佳。你說这反差戳不戳人？还沒完，緊接着2年2015、2016美洲杯，他又連着踢进2回決賽，對手都是智利，結局也都一樣，120分鐘踢平，點球大戰輸。尤其2016那回，點球輪到梅西親自來罰，他一腳把球踢飛了，高高的越過橫梁。那天晚上更衣室裡，梅西当着所有人說出了那句話：“我盡力了，可拿不到冠軍，太疼了。這就是我和國家隊的終點。”你算算，30年來最好的球員，給自己國家隊踢了4次大賽決赛，1次沒贏過。那陣子全阿根廷都在數落他。梅西給國家隊不行，離馬拉多納差遠了。這個被全世界捧成天才的人，在自己的祖國連球王的邊都摸不着。梅西這個故事在那兒一頁差一點就完了，可他沒真走成，歇了不到2月，梅西又回來了。他放不下，唠到這兒，老馬插一嘴：你要是也想看看一個人到底怎麼從最低谷一步一步爬回來的，那就順手點個訂閱，跟着第一次看球，咱接着往下看。2021年美洲杯決賽，阿根廷又站到了巴西面前，還是在巴西人的聖地馬拉卡納球场。這一回，梅西的老搭檔迪馬利亞一個輕巧的吊射挑過門將，1-0，阿根廷贏了。中场哨一響，34歲的梅西直接癱在草地上，捂着臉。這是他在成年國家隊捧起的頭一個大賽冠軍。從20歲第一次進決賽到這一刻，他等了整整14年。這14年，他輸過、哭過，還說過不踢了。到這一刻全值，可這才是開胃菜。真正封神的是第2年，2022卡塔爾世界杯決賽，阿根廷對法國。這場球後來被很多人叫做史上最偉大的一場決賽。老馬給你順一遍，那晚上阿根廷上半場2-0，眼瞅着穩了，結果法國那個超級新星姆巴佩80分鐘前後乒乓連进倆，2-2給扳平了。拖進加时，梅西再进一個3-2，没幾分鐘。姆巴佩又一個點球，3-3，一路熬到點球大戰，最後阿根廷4-2贏了。那一刻，35歲的梅西高高舉起了那座他追了一輩子的大力神杯。對，這條片一開頭你看見的那一幕就是這兒，整個阿根廷都瘋了。一個36年沒拿過世界杯，還罵了他大半輩子的國家，哭着喊着他的名字。曾經那句“你不是球王”再也沒人提了。他那屆又拿了最佳球員，成了世界杯歷史上唯一一個2次拿到這個獎的人。還有一件事兒特別巧，也特別讓人唏噓。你知道全世界公認的老球王是巴西的貝利，唯一一個3次拿過世界杯的人。梅西捧杯那天，遠在巴西身體已經很不好的貝利在網上發了張阿根廷奪冠的照片，專門誇了梅西一句。10來天以後，82歲的貝利走了，老球王臨走前看了一眼這個新科冠軍。有些東西好像就在這麼幾天裡悄悄地交到了下一個人手。那問題就擺這兒了，冠軍、金球、記錄、救贖全齊了。39歲了，他到底圖啥？還要再來踢這一屆世界杯？這是梅西第6次踢世界杯，整個足球史上能踢滿6屆的，就他和 C 羅2個人。這回他沒有任何非證明不可的東西了，他來就一個原因，還想再穿一回那件藍白衫，再踢一回，就這麼純粹。也正因為這樣，他在場上每踢一場都可能是世界杯生涯的最後一場。你看他這一屆小組賽3場進了6個球，世界杯踢到今天總共19個，歷史第一。前頭那些傳奇，德國的老射手克洛澤、女足的馬塔，全被他甩在了身後。39歲的人還在世界杯上破着記錄，而擺在他面前的最後一道關，是足球世界裡最難辦的一件事兒——衛冕。卫冕就是上届冠軍，這屆接着再拿一回。聽着不難是吧？我告訴你，打1962年的巴西以後，整整64年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支球隊幹成過。法國、西班牙、德國這些上屆冠軍，後來全栽在小組賽就回家了。阿根廷這一關算是漂亮的過了，小組3戰全勝，乾乾淨淨。可真正的考驗從淘汰賽這一刻才剛開始。淘汰賽第1關，北京日時間7月4號大清早，阿根廷的對手是一支童話球隊佛得角。這名字你多半頭回聽，一個在西非外海10来個火山島拼起來的小國，全國就50來萬人，比咱們國內一個區的人都少。這是他們國家歷史上頭一回踢進世界杯，結果一來就闖進了淘汰赛。
你品品這個對照，一個國家的第一次撞上了一個人很可能的最後一次。所以你看，梅西早就不需要再贏什麼了。從一個在羅薩里奧買不起藥、長不高的小孩，到把能贏的全贏遍，39歲還在世界杯上奔跑的人。當年那句“你不是球王”早就沒人再提了。貝利、馬拉多納往後數，球王這2個字在很多人心裡寫上了第3個名字——梅西。從買不起藥的小孩到被人叫球王，中間那些年他是怎麼熬過來的，你都看見了。7月4號那場打完，不管是接着往上走，還是就此停下，這條路都已經夠傳奇了。最後老馬想問問你，在你心裡，梅西算不算球王？這一回你压他能走多遠？能不能給自己這一輩子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？評論區咱聊聊，覺得這條片唠得還中，就順手點個訂閱。第一次看球，專門給你講講球場上這些人的故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